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我重看了一下1998年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在我心中产生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真的喜欢这一部《花木兰》吗？因为这部电影说实话我指的是这部动画电影，它其实在文化上以及历史上都有很多的错误。那么中国人是否真的喜欢这部电影呢？说实话，确实非常非常喜欢。从后面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在这部电影放映之后，1999年的时候就出了一部长篇的电视连续剧，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又出了一部电影，就是赵薇演的那部电影。之前2020年这个花木兰真人电影出现之后很多人都在推荐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比这个2020年的真人电影花木兰好多了，是花木兰真正应该有的样子。但其实就是我细细的想了一下，琢磨了一下，发现就是1998年这部动画电影和2020年这部真人电影，其实它的素材都是一样的，很类似。其实它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回锅肉的感觉，就是把之前做好的一盘菜重新热一下，回个锅，但是在里面重新加了一些佐料。而这些佐料其实是导致这部电影失败的根本性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从这一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经典动画片，最后变成了这一部人人都会唾弃它的真人电影呢？究竟加入了哪些错误的调料呢？这是我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讨论的关键点所在。因为我觉得它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了时代的精神。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代精神和现在2022年了，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它的时代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世界末日》，就是讲一颗小行星要撞击地球。当时地球上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是派出一些石油钻井工人，他们到天上去撞开一个洞，然后把核弹头放进去，把它炸掉。这是当事人的反应。而前一阵子才出现的一部电影《千万别抬头》在这个电影头，地球上的人同样面对了相似的困境，就是有一颗彗星要撞击地球了，也是特别的危险。而这个时候人类的反应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有的人想把彗星给撞掉，有的人不相信这么一个事实，而有的人甚至想通过采集彗星上的矿产发大财。所以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人类整体灭绝。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整个时代的精神不一样了，产生的作品不一样了。任何文艺作品它都是当下一个时代精神的反应。在1998年的时候，正是美国梦最为兴盛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鼓励的是，甚至认为坚信一个普通人他只要通过努力奋斗，最终都能功成名就。而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相信这些话了，所以才会出现了2020年这个花木兰真人电影里头，花木兰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而是拥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就是气。为什么要赋予花木兰这种气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其实很不可理喻，对不对？但是你要把它放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下去理解，放在整个时代精神里头去理解。大家可以想想看，最近几年电影院上映的最好的最火爆的片子是什么？超级英雄电影。超级英雄电影都不是那么普通的，对不对？虽然他们看起来貌似很普通，就像蜘蛛侠，对就像上汽，他们一开始都是一个特别平常的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能感同身受。但是在他们获取了超能力之后，我们还会觉得他很普通吗？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就算蚁人看起来这么长相平庸看起来在人海中很容易淹没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也拥有了无限缩小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们是不相信普通人能成功的。在这个时代，人们觉得只有超能力才能真正的做到成功，而且不只是一个超级英雄，而是需要一大堆超级英雄组成一个联盟也罢，怎么样也罢。甚至现在
这样一大堆超级英雄都不够用了，我们需要通过平行宇宙去拉来更多的超级英雄。而在我们现在人的认知里，似乎只有真正的这些超级英雄才能将人类解救，才能将人类从这个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同时面对疫情这么一个21世纪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啊，这个事件把人类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打乱了，我们好像永远也回不到之前那种平静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现在一切都看起来是那样的糟糕，那么的混乱，那么的无序。所以我们已经不大相信个人有能力去战胜很多很多困难了，所以这个时代的精神才演变成这样的状态。其实咱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花木兰这个故事。迪士尼它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把别国的故事借用来，然后成为自己的经典。大家想想看，美人鱼它是丹麦的，对不对？美女与野兽它是法国的，对不对？花木兰它是中国的。而其实追根溯源呢，就是说花木兰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特别熟悉，特别像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读一个诗，一个长诗啊，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第一句话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发音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然后整个木兰辞呀，很多人都是在上学的时候需要背下来的。木兰辞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根据历史的考证啊，木兰这个人他其实并不是汉人，而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鲜卑姑娘。同时啊，他并不姓花，你们知道吗？花是后来明朝的时候一个文人给加上去的，叫做花木兰。以前他就叫木兰，而且木兰很可能只是一个姓而已。就说有一个姓木兰的鲜卑姑娘，她算是一个半游牧民族地区的出生的长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她从小肯定就会骑马。所以我觉得她长大之后去代父从军，其实也是很理所应当的。因为在游牧民族，它有一个传统是怎么样？虽然他们甚至已经是半游牧民族，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但这个传统会保留下来。在他们的传统里头，女人其实是很强的。大家其实可以往后看，就看元朝啊，当时比如说成吉思汗呀、忽必烈等等，他们的皇后都是很厉害的。男人负责在前面打仗，而后面整个甚至国家的治理等等都是靠女人。所以花木兰她能代父从军去打仗，在那个时代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神奇的事情。但这个故事被中国汉人采用了，然后在汉人的这么一个语境下，一个姑娘家她是能去代父从军，那可是很厉害了。因为当时整体而言，汉人家的姑娘是相对比较柔弱一些的。所以说花木兰她经过了第一层这个转换，是从一个鲜卑族的故事转换成了一个汉族的故事，然后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成为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的回忆。接着她漂洋过海来到了迪士尼，因为她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其实还是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的这么一个性格特征。这和所有的迪士尼所展现出的女性的感觉是一脉相承的，非常类似的。所以它很自然而然的被嫁接到了那一种甚至是一种美国梦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花木兰在这个电影里头呀，她和传统的这种女性的形象是格格不入的。她一点也不娴静优雅，打扮化妆这些她都不会，对不对？在中国人的这个说法里头，她可以叫做野丫头，对不对？所以这个电影它更多的是关照人的内心，它希望人往内心看，然后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这个电影向我们传达的就是人的内心有无限的力量，我们需要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自己内心的潜能。任何一个普通的人，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一个姑娘家，在这么一个大历史背景下，我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在这么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下，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男尊女卑的，对不对？在那个背景下，而且面对的是战争这么一种非常残酷的事情，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一个女性竟然能崛起，通过发现自己的力量去最终功成名就，这其实是在宣扬自我的能力。
说明一个人的内心的力量是无限大的。一开始他虽然可能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摸过枪刀之类的东西，但是只要他经过训练锻炼，然后发掘出自己潜在的能力，然后有足够的努力，足够的坚强，那么最后一定能成功。所以它体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美国梦。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2020年这个真人版花木兰就是这么看不上，甚至受不了，而对这个1998年版的动画片能够欣然接受，而且还很有认同感呢？为什么？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人们相信动画片它不是真实的，所以里面出现了种种文化上历史上的错误，比如说火炮呀，比如说紫禁城竟然能这么热闹，比如说个皇宫大殿里头竟然是空无一人的，还有比如说这个赐福它是怎么到处都在，因为按道理在皇帝身边的人他是太监，太监是没有胡子的，太监不可能到处乱跑等等，不一而足，对不对？但是所有这东西都可以忽略，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动画片，它不是以真实为己任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苛求它必须和真实的、和历史的、和中国的等等必须是一致的，根本没有必要，对不对？但说实话，时代在变，人在变，时代的精神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木兰那种积极的、阳光的面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已经不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能成就辉煌，因为我们人类已经对自己天生的内在的力量失去了信心。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如果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喽。